西！大家快看，韩国狂人发布会上惹事，竟妄想伸手去殴打咱们中国小胖。不过看到台下坐满中国观众，偷袭失败的他选择扇了中国选手一巴掌。不过将地盘转移到韩国之后，这韩国狂人竟然光着膀子走上台前，直接和咱们的中国选手敖日格勒殴打在了一起。这一幕更是让现场所有人都不知所措，费了好大股劲才将两人给拉开。这一幕用中国话来说就是狗仗人势。不过在韩国综合格斗界，这位名叫金在勋的选手可是实打实的一位狠人，满身的纹身也是让人感到不适。只因他是韩国的黑手组成员，在擂台上的他更是没有把任何人给放在眼里，不管对手是谁，在赛前的发布会上，他都要动手殴打对方，以此来给自己壮胆量。在赛前的采访中，金在勋更是口出狂言，对咱们中国选手以及中国功夫进行各种嘲讽。还是那句老话，韩国功夫天下第一，你们这帮中国猴子别来这找不痛快，别怪我下手太狠，把你们打进医院。由此可见，这位韩国狂人对自己极为自信，在他眼中似乎韩国功夫才是天下第一。然而也正是他赛前这种嚣张狂妄的行径，彻底激怒了中国拳坛，更是令中国拳迷甚是不满。为了能干脆利落的直接击败这位嚣张的韩国选手，中国方面更是派出了有着中国功夫熊猫绰号的敖日格勒，他可是我们的重量级拳王，想必很多拳迷观众对这位选手并不陌生。毕竟他是我们重量级比赛早期的领军人物，出生于内蒙古的他体型十分健壮，在国内早期的比赛中，敖日格勒可是没少缔造名场面。不管是韩国的2米巨人，还是来华踢馆的日本狂人，敖日格勒都能从容应对，并且能用自己的千斤重拳将对手打得嗷嗷直叫。那么敖日格勒这场比赛也有着绝对的责任去教对手做人。在比赛开始前，还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兄弟能长按点赞3秒，小编在此祝大家早日赚到100万。那么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红色拳套的这位是我们的中国功夫熊猫敖日格勒，身穿黑色上衣的选手则是此次赛前叫嚣的韩国狂人金在勋。据资料显示，金在勋是韩国目前的黑手组成员，私下更是行为恶劣，不仅对中国选手不尊重，甚至连很多韩国选手见到他都要退避三舍。本以为这场比赛韩国选手会如发疯般在开局就去寻找比赛节奏，然而没想到他的表现与赛前那股嚣张劲儿完全形成对比，不仅不敢上前与敖日格勒进行正面换拳，甚至吓得他都不敢靠近敖日格勒。就2位选手在这场比赛中起初的表现来看，肢体动作几乎没有，更多的是在进行眼神交流，这让敖日格勒感到十分不快，于是他直接主动冲进了韩国选手。等来到这位韩国选手面前，才发现原来韩国选手的体型比敖日格勒小了整整1圈，怪不得韩国选手如此胆怯。为了避免遭到连续重击，他只能用尽全力死死抱住敖日格勒。不过单从2人的体型方面来看，敖日格勒在这场比赛中的胜率已然完全碾压了对手。真不知道这韩国选手在赛前究竟是怎么敢这么嚣张狂妄的。倒计时3分钟。He doesn't want to get smothered up against the fence. He wants to move in and out. Also 还记得在赛前，这个韩国选手在发布会上还妄图动手殴打我们的中国选手，没曾想来到擂台之后，他就如同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仅不敢与敖日格勒在正面发生冲突，而且眼神中满是畏惧，剩余的步伐全然都是为了躲避重拳而做出的准备。只要敖日格勒有抬手的动作，就能吓得他赶紧往后退。Crowd is willing him on. They want Aragella to connect. This time it's Aragella.
终于，敖日格勒也抓住了机会，反客为主，直接将这个韩国选手逼到了擂台边上。这一幕让韩国选手彻底傻眼了，也因为敖日格勒的体型实在太过庞大，趴在他身上就如同有一吨巨石一般，他完全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甚至此刻能保持自己正常呼吸都成了一件难事。而且从两人的表现来看，如果敖日格勒没有故意放开对手，那么韩国选手恐怕根本不可能挣脱出来。Whatever training he is doing for his match, he is delivering it. It's working. He's losing. He feels warmer. He's doing better so far than he did last time. 倒计时10秒。Last 10 seconds. Oh, got it in. Oh, Regular with a kick to the head. And that was 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第二回合，在首回合中，这位韩国选手已经感受到了敖日格勒的体型压制，也知晓了彼此之间的技术差距实在过大，所以在正面对抗上他根本毫无可能。于是他便开始动起了歪心思，打算在接下来的回合当中用拖延战术与敖日格勒打消耗战。可谁成想，敖日格勒早就看穿了他的心思，根本没给他任何幻想的机会，果断地冲上去，再次将其压在了擂台角落。low kick. Jones came with a low kick of his own. “敖日格勒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韩国选手压在擂台角落。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裁判也察觉到照这样僵持下去，韩国选手根本不可能挣脱开来。考虑到会影响比赛的观赏性，裁判便将两人重新拉开，让他们来到站立阶段。若不是裁判的干涉，估计这韩国选手已经陷入绝望了。不过相比之下，敖日格勒虽然体型占优势，但也有着更多体能的消耗。时间逐渐过去，敖日格勒也出现了大喘气的情况。如果不能及时终结比赛，那么拖延到最后一回合，还真不好说结果会怎样。Trying to get him to punch himself out or Jones doesn't seem to go in. He's looking for the right moment. Warner saying just go, jump in there and do it. Jimmy's still a little bit furious. There is. Yeah. Oh, and he's got one right there. 倒计时10秒。Last 10 seconds.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3回合，在上回合快结束时，敖日格勒出现大喘气的情况，这让韩国选手误以为敖日格勒的体能出现了漏洞，便主动出击，却没想到这一举动彻底将敖日格勒给激怒了。敖日格勒也没跟他多说任何废话，直接就是重拳猛砸，追着他一顿暴揍。这一幕让韩国选手彻底吓破了胆。不过这也是自作孽不可活，造成目前场上这种情况，完全是他咎由自取。That's it. Wow. What a big finish.
That's that music right there. 最终比赛终于结束了，在裁判的宣布下，敖日格勒成功赢下了这场比赛。韩国选手也灰溜溜的没脸见人了。那么你认为咱们的功夫熊猫敖日格勒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会。